说起电信诈骗，人人心中痛恨。可是纵观多年来的诈骗案例，就会发现，台湾电诈集团自成一脉，打而不绝。就在今年6月，中国大陆公安部还专门对20名台湾籍电信网络诈骗犯发布过悬赏通缉令。台湾电诈集团为什么能像顽固的毒瘤，历经几十年打击却越演越烈？这事儿还得从一段特殊的历史说起。上世纪50年代，国民党溃逃台湾时，一批害怕被新政府打击的江湖骗子也跟着跑到台湾。这些人没有正经营生，只能重操旧业，干起骗人勾当。他们带着假黄金在路边兜售，谎称换钱应急，后来又演变成丢包分赃的把戏。几个人合伙演戏，故意丢出假黄金引诱路人，再以见者有份为由骗钱。因为假黄金反光晃眼，当地人给这些骗子起了外号“金光党”，这便是台湾本土诈骗的祖师爷。到了80、90年代，台湾骗子的业务水平不断升级，先是电话中奖诈骗、刮刮乐诈骗，后来竟发展出丧心病狂的亲情诈骗，就是摸清家庭情况后，故意在父母联系不上孩子时，用录好的哭声谎称孩子被绑架，急得家长6神无主，乖乖掏钱。2000年之后，手机的普及更让骗子如虎添翼，逐渐走上电信诈骗的道路。但随着台湾民众防骗意识提高，骗子们把目标转向了大陆，因为当时两岸没有司法互助协议，就算被抓也只是驱逐出境，可以轻松脱身。直到2009年，两岸签署司法互助协议，骗子们才不得不转战东南亚、非洲等地，但依旧把大陆当成主要市场。毕竟两岸语言相通，文化相近，骗起来更容易。如今的台湾电诈集团早已实现标准化行骗，他们按照公司模式运作，有专门的机房、标准化话术，甚至搞 KPI 考核和业务检讨会。从上游的招聘培训，到中游的诈骗实施，再到下游的洗钱操盘，产业链相当成熟。杀猪盘、网络赌场，这些新型骗局全是他们的发明创造。台湾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台湾有近10万人从事电信诈骗活动，这意味着台湾2300多万人，差不多每200多人中就有一个是电信诈骗犯。台湾的电诈集团之所以能做大做强，固然有历史遗留的毒根，但现实治理的病灶才是关键。台湾法律规定，诈骗罪最高刑期为5年，或者处50万元新台币以下的处罚。对所谓刑责较轻的，还可以交点钱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。2011年5月，两岸警方在东南亚实施同步抓捕行动，抓到电信诈骗犯365人，其中来自台湾的有225人。这些台湾骗子被押解回去后，几乎都只判了不足2年的刑期，有一部分甚至都没有受到起诉。此后，台湾电诈集团更是尾大不掉，不仅对大陆人，也对台湾人造成巨大伤害。就在今年7月，台中一家5口中继黄金投资套路，负债上千万新台币，面对诈骗集团追债，全家人走投无路后集体自杀。有报道也显示，仅今年6月1个月，岛内民众被诈骗财损金额高达89亿元，这意味着民众每天总共被诈骗近3亿元。岛内诈骗层出不穷，抓不胜抓，台湾政府真该认真反思，到底是没能力管，还是根本不想管。